是收拾老院的第一天，先把院里的废品收拾一下，卖点经费。呼呼，收废品大哥看到这么多东西，高兴坏了。寒暄几句后，我们开始了一早上的忙碌。我们一直不停地往车上装。老院里的东西真的好多呀！还没到中午，收废品大哥的车就被我们装得满满的啦。于是大哥给结了钱，并约定下午继续。午饭后，收废品大哥早早的来了，这个东西收废品大哥估计有400来斤。好家伙，去哪的劲都使出来了。这个重量级的家伙上车都是个难题，还好有热心的街坊邻居搭把手。真是人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明。今天阳光明媚，风和日丽，是改造院子的好天气。昨天已经把院里的破烂给卖了，之前院里搭的棚子影响了里面的采光和视野，于是我和大表哥再三商量之后，决定先把它给拆掉，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。说干就干，大家拭目以待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明。今天打算把偏房上的阁楼给拆掉。之前有考虑尽量不动它的原貌，但是因为老院长时间无人居住，年久失修，阁楼的顶也破破烂烂，隔层也因为长时间的漏雨，不断的往下面掉东西，所以我和大表哥考虑再三，决定先把阁楼上的顶给拆掉，想着后期在上面做个大阳台，或者搭个阳光房。晒个太阳，喝个下午茶，岂不是很惬意？那咱们就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，加油吧，少年！
大家好，我是大明，今天打算把偏房里面的东西给清理一下。这个以前是我奶奶住的房间，先简单的把它给收拾一下。屋子里有一些老物件保存的还算完好，后期让大表哥翻修一下，或许又成了一件大宝贝。还有一张榆木做的老床，也有些年头了，床上的花纹做的真的很漂亮，不得不佩服以前的老师傅的手艺。房子因为太长时间没有人住，灰尘是真的多啊。我和大表哥费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打扫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明。之前把客厅和厨卫间给清理了之后，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屋里的地面比院子里的低了很多。如果遇到下大雨的天气，难免雨水会流进屋里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明，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。这是当时的一个那个播种车，丢麦子种玉米，前面套个小毛驴。前几天把院子里的建筑垃圾清理出去之后，本以为可以松口气了，可是环顾一周才发现，院子里放着很多从屋里翻出来不舍得扔的老物件。松木的柜子、榆木的老床、播种的篓车、盛水的瓮子和藏着陈年猪油的罐子，经过几十年的沉淀，猪油看着金灿灿的，虽然很诱人，但是还得把它给清理掉。像这样零零碎碎的东西很多，想要整理院子，还得重新搬回屋里，把院子给腾出来。找点工具把它搞成那个一个茶台。还有一些放在堂屋门前的旧木材，需要重新找个地方规整一下。和大表哥商量之后，决定先放在堂屋里了。最后还发现一扇老门，真的很重啊！什么木材做的，还得再研究研究。不管了，先藏起来吧。对这种老物件儿，我真的是没有一点抵抗力啊。哥，大家好，我是大明。院子里东西已经规整完了，地面上的旧砖也全部给掀掉了。今天去镇上租一套脚手架，和大表哥准备把这个经历过几十年风霜洗礼的院墙给修补加固一下。
大家好，我是大明，今天打算用水泥把土墙给加固一下。刚开始还发愁呢，院墙加固怎么办？因为我是从来没有摸过水泥。我说不行就找专业工人来做吧。可是表哥说，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立志要亲力亲为，把小院给改造出来，所以还是要自己动手干。这是又给我上了一课。好在大表哥说他小时候有过砌猪圈的经验，看来我只能给大表哥打下手了。为了防止后期水泥脱落，需要把墙面老化的部分给铲掉，然后把墙面给打湿，提高墙面的粘性，让水泥更好的附着在土墙上。有小伙伴建议说用加固网，我和表哥先用上面的方法加固了一小块，试了试，效果很好，很牢固，所以就不用加固网。拌水泥我是有经验了，可是这刮水泥我还得向表哥学习学习。看着表哥糊水泥糊得那么起劲儿，我也按耐不住了，非要上手试一试。这老话说得好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自己刮的和表哥刮的真的是没法比，一个细腻平整，一个高低不平，看着简单，干起来真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这才抹了一会儿，手腕就酸了，表哥的手腕估计也很酸爽。晚上买只猪蹄给表哥补一补。经过2天的奋战，老院的墙面已经修补完了。虽然很累，但是还是很高兴，因为老院又有了新的变化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明。最近村里的大喇叭一直在广播村里厕所改造的事情。在农村，小康不小康，厕所算一桩。厕所问题是城市面临的通病，在农村更是老大难的问题。咱们的老院子也不例外。几十年没有人居住，进水和下水都是问题。趁着村里厕所改造的进度还没有到老院子，我和大表哥商量了一下，先把院里的进水管和下水道给挖出来，等到后期厕所改造的时候就不用那么麻烦了。先给小伙伴们说声抱歉，让你们久等了。过了一个5一，偷了懒，整整5天没有更新视频，满满的负罪感。为了赎罪，今天我和大表哥只能拼命的干活来惩罚自己。现在老院里挖出了很多红石头，想着怎么把它给利用上。环顾一圈，发现老院里墙根都是红石头砌成的，大概有半米多高的砖墙。于是我和大表哥决定在进入花园处砌个红石头围挡，整体和老院的房子更有协调性。再砌个小台阶，增加小院的原来美。
电镀青瓦白墙的风格，青瓦倒是有了，就缺白墙了。所以今天就是要把老院的外墙也给刷成白色。想让院墙变白的方法无外乎3种：喷、刷、刮。但是材料却有很多种，石灰膏、真石漆、墙面漆或者外墙涂料，让人选择眼花缭乱。和大表哥商量之后，选择了操作简单又省劲的外墙漆。可是试了一下，也许是因为方法不对，或者是墙面不够平整，喷出来的效果很不理想。于是又去镇上买了外墙涂料，既便宜又防水，刷到墙上白花花的，效果杠杠的。大表哥一鼓作气把整面墙都快刷完了，眼看都没有我发挥的余地了，趁着大表哥去厕所的空档，赶快抢过滚刷。可是还没有刷几下，大表姐就来了，说感觉好玩，非要试一试。这一上手还不愿意放下来了。看着表姐越刷越起劲儿，心想自己又可以偷个懒了。村子里边找了一些这个老式的瓦片，特别是这种就是房檐上专用的滴水瓦，然后还找了一些这样，你看它两种区别是不一样的，就是这个堂屋上面这个滴水瓦有的破损，然后等一会儿我们用这个新找的把它给更换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明，今天准备把通往2楼平台的楼梯给搭建一下。在砌台阶之前，大表哥反复测量搭建楼梯的高度和宽度，要计算出适合
我们搭建楼梯的尺寸。通常情况下，家用楼梯每级台阶的高度为18厘米左右，宽度在22至24厘米。这个尺寸用于我们的楼梯台阶也比较合适。我们搭建的楼梯不是很高，而且是在2面墙之间，所以搭建成实心是最省事的。方法是用之前拆阁楼留下来的土块填充在楼梯底下，经过胶水夯实后，把台阶一级一级的砌在上面。台阶砌了一大半，才发现预留的土不够用，正想着再去哪里运些土呢，大表哥拿来一根铲子，说用这个。我瞬间脑路大开，搭建楼梯正常都是用混凝土和钢筋做的主体结构，但是我们已经砌了一半了，距离2楼平台的台阶也没剩下多少台阶了，索性就用废旧的木材做个主体结构吧。我不禁感叹，大表哥真乃神人也。楼梯砌好了，小朋友第一个上去体验了一把，这样用废旧砖头砌的楼梯，是不是也有一种别样的美？我在考虑接下来是做个水泥面呢，还是做个防腐木外观呢？你们？大家好，我是大明。前几天在那个网上买的那个青石板，今天已经拉回来了。今天我和大表哥打算找一点沙子，把前面铺一块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今天室外的温度大概有30多度。
前头在这儿。我意思，你给穿过裙子了，就是在前头在这儿穿嘛，不能在这家穿，一下穿下，在这一穿，到时候这是会潮啥，现在都不用挖，这边脏，这个先一天就用过了，这在水高再往哪流。乌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。一个有灵气的院子，肯定是少不了鸟语花香和亭台水榭的。和大表哥商量在院子里修建鱼池和凉亭的计划，今天终于要实现了。挖个池塘养鱼，还要修一条潺潺流水的小溪，让小溪里的水穿过亭子，再流进池塘里，把小院改造成真正的小桥流水人家。把鱼池的基础形状挖好后，接下来就可以铺土工布和防渗膜了。可能有小伙伴要问，为什么要铺土工布？那是因为大表哥考虑的周到，担心防渗膜直接接触地面，土里尖锐的石子会把防渗膜给扎破，所以建议小伙伴们在铺防渗膜之前，可以先在网上买的防渗膜收到后一直没有拆开。今天准备用的时候才发现尺寸严重不足，记得下单的是5×16米的，现在测量却是5×4米的。找客服咨询后了解到，原来店家是按平方卖的，我以为是按米卖的。如果重新购买，路上又要耽误3-5天，哎，郁闷。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，表哥买回来了白色的防雨布，把尺寸不够的防渗膜裁剪一下，铺在土工布上，就当又做了一次防护。再把防雨布铺在防渗膜上，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网友们如果有建鱼池的，防渗膜的尺寸一定要买的足足的，避免出现和我们一样的情况。防渗膜铺好之后，开始放水，看看有没有漏水的地方，没有的话，就可以给鱼池做装饰了。4月份的时候找了一个下雨天，和大表哥去山里捡了一些石头，在院子里放了1个多月，今天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。石头刚摆了一半，发现了一个大问题，难道明天要返工了？这个问题你们发现了吗？然后再开始放水测试。小溪的水这次很顺利地流进了鱼塘里。把防雨布的边角整理一下，就可以摆放石头了。这次放石头之前，我们又多了一道工序。为了防止石头压迫雨布，我们又在上面铺了一层土工布。虽然做了种种防护，表哥摆放石头的时候还是轻手轻脚。原来壮汉也有温柔的一面。
头放好之后，瞬间就有了感觉。把多出来的防尘膜给裁剪掉，沿边再盖上一些土，随后就可以种植一些适合水边生长的植物了。一切准备就绪，裁掉边缘的防渗膜，准备放水。午饭后，池水放满了，口过后继续搞起来，把边沿的石头重新搬掉。由于边沿不够平整，导致石头滑落，需要重新把边沿修整平坦。大表哥一马当先，捡起布脚就下池里了。大石头把防雨布砸烂了一小块，还好只是破了一层。把雨布破开修补一下问题不大，只是可惜了这一池子的水。关键时刻，大表哥总是能力挽狂澜。室外温度38.9度，表哥此时却钻在更加闷热的雨布里，我心潮腾涌，半晌心里都是感激和钦佩。重新把石头摆好。虽然来来回回不少折腾，好赖结果还是美好的。你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明。今天陪着媳妇去医院做检查，想着让大表哥也休息一天。可是回来之后发现院子里干净整洁了许多，从发小家移回来的月季花也被种上了，休息室的纱窗也换上了。大表哥还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，因为表哥家离老院非常近，小时候就经常到这里玩，对老院有着很深厚的感情。特别是放暑假，老院子的大树下是我们最喜欢玩耍的地方。童年的很多美好回忆都来自这个院子里。大表哥话不多，但踏实能干有想法，从小就是我的榜样。改造老院子，大表哥可是主力干将，小伙伴们也在往期的视频中都夸赞大表哥是万能的。当初给表哥说请他帮忙把老院翻修改造一下的时候，大表哥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或许表哥和我一样，都想找回在老院子的童年美好记忆。
家好，我是大明。表哥和我平时在生活中都喜欢和朋友一块喝茶聊天。老院里的鱼塘建好后，朋友们得到消息都来参观，都说有了这么漂亮的鱼塘，却少了一个能喝茶赏鱼的亭子。群众的呼声这么高，我和表哥肯定不能无动于衷啊！说建就建，确定好凉亭的位置，量好尺寸，把埋柱子的坑挖好，就可以开始搭建凉亭了。本来打算用之前拆阁楼留下来的旧木材搭建凉亭，但是因为旧木材长短不一，尺寸不够，所以无奈选择放弃。和表哥再三商量后，决定用镀锌钢管搭建一个另类的钢铁凉亭，操作简单，结实耐用。刚才费了很大劲把这个钢板给切开，然后现在把这个钢板焊到柱子上，然后当做一个底座。哎，我真的是越来越佩服大表哥了。我没想到他连这个电焊都会。刚开始他把这个电焊拉回来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他要找一个这个专业人士来干，没想到自己都会。傍晚的时候，小舅下班路过老院，看到我们正在焊接框架，二话不说就接过表哥手中的工具就干了起来。一边干一边还不忘给我们传授经验，怎么找焊点，怎么能焊得结实牢固。不过这师傅领进门，修行还得靠个人。本来我们要干一天的活，小舅2个多小时就干完了。不愧是电工出身的老师傅，经验就是丰富，向小舅请教学习呢。历时2天，终于把凉亭的主体搭建好了。当然，这不是最终的效果，凉亭还需要进一步的装饰，比如地板用什么材料，凳子怎么摆放等等，都希望小伙伴们给我们点宝贵的建议，帮助我和表哥把老院子改造成你心里最美的样子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明。考虑再三，最终我们还是决定用防腐木给亭子做个木地板。我们改造老院的原则就是尽量就地取材，自己动手。原因有2个，首先是节约成本，其次是体验自己动手改造的过程。当然，有些材料还得需要购买，所以小院前期的改造进展就特别的缓慢。俗话说，慢工出细活嘛。主要是柱子的边角费了一些时间，其他的地方很快都铺好了。下一步就是改造凉亭的凳子和小桥了。凉亭里做凳子的材料还在路上，只能先把小桥做好。之前在网上看到一座防腐木小桥都需要好几百块，这么贵，
肯定不符合我们的原则。大表哥在网上仔细研究了一下，就省了好几百块。找一根拆下来的旧船子，截成相等的3段，做小桥的梁，在上面刷上木蜡油后，您还别说，质感立马不一样了。说这是黑柴木，也会有人相信吧？接下来就是把船子固定好，然后把防腐木一块一块固定在船子上，这样一个简易的小桥就初具雏形了。到这里，小院就有那么一点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了，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大家好，我是大明，今天又要对鱼池下手了。自从院里的凉亭建好后，越发感觉之前挖的鱼池太小，没有灵气。有粉丝留言说，这座钢铁凉亭和老院子的风格不太协调。在我和表哥看来，最不协调的就是鱼池太小，而且漏水，每天鱼池里的水都会少一些，所以鱼池必须重新返工。希望这也是最后一次返工吧。还有个啥真大的鱼，你下去这小青也要钓。你快来我打你！谁快人？你我咋快人？你钓鱼游泳，不钓我游泳。游泳不是很重要吗？吸取之前的教训，我们这次打算用砖砌一个鱼池，然后用水泥粉刷，最后再刷几遍防水涂料，来个多层防护。鱼池砌好后，就开始准备粉刷了。这道工序是非常关键。虽然说我和表哥都会，但是半路出家的和尚经还是念不好。所以为了做到万无一失，必须得请老将出马。这次请的是在村里砌过几十个蓄水池、经验丰富的三舅来帮忙。三舅接到电话就来了，没想到他的几个老伙计也跟着过来看热闹。都想看看这位老将的手艺，比当年有没有倒退。老院里很久也没有这么热闹了。多出来那多刷两遍，你到时候你掉皮了，多啥？第二天，粉刷的水泥干后，表哥又反复刷了几遍灰膏。最后再刷上3到4遍防水涂料。
等防水涂料彻底干透，就可以摆上各种漂亮的石头。这个时候，一个崭新的游泳池就出现在你面前了。搞错了，再来。哦，不是游泳池，是鱼池。刚才去老奶家门口挖了几颗竹子，然后现在把它给种上。然后平时都是种竹子的时候，都因为它这个根系比较发达，种的时候在家种的时候都会先砌一个池子，然后我们这个也不用砌了，因为旁边是鱼池，那边是墙，种上看看能活不能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明。前几天一直在重新改造鱼池，也没有顾得上把装饰凉亭的材料从镇上取回来。今天取回来，继续装饰凉亭没有完成的部分。相比较，凉亭的凳子安装要比铺设地板复杂很多。我们也是在网上查看了很多视频和资料，才知道它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做美人靠。美人靠也叫飞来椅，学名鹅颈椅，是一种下面铺设条凳，上面连接靠栏的木质建筑。因为向外探出的靠背弯曲似鹅颈，故得此名。它优雅曼妙的曲线设计合乎人体背部的轮廓，靠坐着十分舒适。通常建于回廊或亭阁围栏的临水一侧，除了休憩之外，更兼得凌波倒影的乐趣。小院虽然没有美人凭栏依靠，遥望外面大千世界的繁华与热闹，但是却可以邀请3、5好友围坐在凉亭下，观雨赏花，听雨喝茶，享受雨后片刻的宁静和惬意，这也是一种很不错的体验。闲话间，大表哥已经汗流浃背地把凳子安装完毕，再把草帘装上，诗情画意的感觉瞬间就出来了。
刷第一遍，然后等到明天干了再刷第二遍，然后等到下一次就是2年以后了。这个刷完之后看着的确挺漂亮的，然后颜色也看着漂亮，然后也比较有亮度。这个我估计等干了之后更漂亮。然后今天刷第一遍，明天干了再刷第二遍，到时候看看最后的效果什么样子。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灾难离我们是那么的近，在灾难面前人类是那么的渺小，同时又感受到生在中国是何其幸运。这些天也被来自全国各地救援河南的事迹所感动着。在这里，我和表哥非常感谢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对河南的援助和支持。我们相信风雨过后总会看见彩虹，河南加油！今天和大表哥用3轮车拉了一车土，把院子西南角垫高了一些，准备打造一个小花园，又紧挨着墙角砌了一个简易的花池。本来打算种竹子的，但看到之前种的几棵竹子，在我们每天精心呵护下，还是从绿油油变成了金灿灿，心里很失望。那只有等到适合它的季节。很早之前买了一个水泥模具，一直没有用，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。先把小路铺上一层石粉，再把搅拌的软硬刚好的水泥铲到模具里面夯实。等水泥稍微定型，就可以把模具取下来。就这样把中间铺好，两边撒上小石子，一条漂亮的庭院小路就完工了。
测量好需要制作花箱的尺寸后，开始制作花箱底部的框架。因为我们要制作的花箱比较长，所以把箱体内部分细细的框，把木材截成需要的尺寸，用钉子固定好框架后，再用气枪加固。把防腐木板裁成45厘米的长度，这些防腐木板全部都是限量新支裁掉的不用的，这次可以全部用上了。把裁好的木板一边做个三角造型，给花箱刷上防腐木漆，增加它的寿命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开始装订。用气枪把花箱的面板一个个固定好。这个时候一定要耐心细心哟。有没有比我这个还要长的花箱？真是超级巨无霸啊！装订好一面后，继续装订另一面。听着气箱工作的声音，真是得劲。把上面的木条四周固定好后，用气枪全部再加固一遍。巨无霸花箱制作完毕，是时候想想要种点什么花了。我是大明，好久没更新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如何快速铺设一个不花钱又独特的花园小平台。把堂屋门前拆下来的大石饼作为小平台的中心，沿着石饼周边均匀地铺上石粉，作为基层石。把石粉均匀铺开之后，将不要钱的旧砖块沿石饼纵向铺设。旧砖块和大石饼要保持一样的高度哦。小平台的雏形有了之后，再衔接一条去尽通幽的小路。给青砖边沿横向围上一圈砖块，修个边，这样会更加整齐牢固一些。再次用皮锤调整平整度，考虑再三，还是用旧砖块来铺设花园小路吧。铺设小路工序虽然很简单，但是粗重也要有细。把每块砖块用皮锤夯实，再砸平了，千万不要嫌麻烦哦。拌一些水泥浆，灌入砖缝之间。夯实抹平了。没想到用旧砖块铺成的花园平台小径还蛮别致的，不错哟，是我喜欢的风格。